大家好啊，我是戴红。之前我们讲了各种恐怖的海怪，今天咱再来讲讲那些淡水河湖中的传奇水怪。相比其他未知生物来说，水怪算是相当的具有艺术色彩。很多小说、电影乃至综艺节目、自媒体等，都需要用水怪来做文章。比如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档以知识科普为主的恐怖悬疑志怪节目，正是中央十台每晚8点半准时播出的《走进科学》。这档节目的很多期内容都讲到了神乎其神的各种水怪，其中最著名的呢，当属喀纳斯湖水怪。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北部，有一片面积约45.73平方千米的美丽湖泊，被称作喀纳斯湖。此地鱼兽鸟虫生灵种类众多，枭雄、雪豹、猞猁等都会在此出没。很久之前呀，当地便有巨型水怪吞吃湖边牛马的恐怖传说。走进科学里的那个牛马饮水被吸走的场景还原，堪称我的童年阴影。在1931年，当地一位牧民在湖边目击到了几十个类似鱼类的巨型水怪。这个消息传了几十年，一直到1980年，地方政府和多家科研单位组织了一支综合考察队前往喀纳斯地区。考察队在当地研究了几个月，虽然期间有渔网被拖走撕烂的情况发生，被怀疑是水怪所作，但始终没有人亲眼见到水怪。后来到了1985年，当地政府为了在喀纳斯成立自然保护区，再次组织了科考队对附近进行大型的综合性考察。一天，科考队员在湖面上方目击到了几十个体长超过10米的庞然大物，被暂时定名为大红鱼。后来科考队为了捕捉到这种炫酷大鱼使用了史诗级特大鱼钩加上大羊腿和长约2.8米的木质浮漂来钓鱼，然而始终没有大红鱼咬钩可能是它不爱吃羊腿哈。据科考队员称，目测最大的一条大红鱼体长甚至能达到15米。这次考察证明了湖中有水怪的传闻，并且大家猜测这种水怪可能是体型巨大的折罗龟。当年调查一经发表，在国内外都引起轰动。3年后的1988年7月份，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鱼类学家前往喀纳斯湖考察。经过观察，2位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折罗龟的单个体长很难超过4米，而那些巨大的红色水怪很有可能是折罗龟在群体活动，它们有时相合，有时分离，很模糊，从而让目击者产生了误解。后来在03、04、05年，多次有游客号称自己目击到了巨大的水怪，然而影像始终比较模糊。我个人对喀纳斯湖水怪究竟是什么物种，其实没有太多头绪。有可能像学者说的那样，是鱼群造成的错觉，也有可能只是湖水荡漾的时候产生的阴影，还有可能是一些水生植物。而牛马被水怪吃掉，也有可能是湖边饮水的时候被水草缠住溺水了，可能真相没有那么玄幻。虽然喀纳斯湖水怪本身比较普通，不咋恐怖，但它依然算是我人生中最经典的一个童年阴影。只能说走进科学把它抬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高度。咱们来欣赏一小段经过走进科学加 BGM 加滤镜加旁白之后的喀纳斯湖水怪描述的水怪和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非常的相似，但这个视频的拍摄距离实在太远了。是谁拍摄下这段视频？拍摄地点又在哪里呢？这就是1985年袁国颖在喀纳斯湖畔拍摄下的水怪画面。在这个剧烈晃动的影像上，除了一些黑点以外，我们完全不能分辨拍摄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而世界上最著名的水怪当属尼斯湖水怪。尼斯湖是位于苏格兰高地伊夫内斯市里的一条细长淡水湖，湖中有大量藻类和泥炭，使得水质十分浑浊，能见度很低，而且湖底的地形非常复杂，有着众多的洞穴，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水怪登场舞台。最早在1933年5月2号，伊夫内斯新使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讲到一位名叫阿尔迪麦凯的女性和她的丈夫约翰在半个月前的4月15号驾车行驶在尼斯湖旁的公路上，目击到湖水中有一种体型巨大类似鲸鱼的生物在游动翻滚。从那之后，关于尼斯湖水怪的目击报道层出不穷。同年7月22号，乔治斯派塞和他的妻子看到一头长相奇怪的动物从他们车前横穿马路和灌木丛，朝着18米外的尼斯湖走去。这种动物体型庞大，约有1.2米高，7.6米长，脖子细长弯曲，如同一个加粗的大象鼻子。8月4号，《新日报》刊登了斯派塞目击水怪的报道，这个消息震撼了欧洲从此
此，尼斯湖水怪这个炫酷名称正式确立。其后从1933年到2021年，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关于水怪的目击报道一直在出现，还有很多人提供了视频和照片。然而这些影像资料总是令人感到失望。比如1933年11月12号，一位名叫休格雷的居民在带着他的拉布拉多犬散步的时候，顺手拍摄了一张尼斯湖水怪的照片。据说这是历史上第一张关于尼斯湖水怪的确切影像资料。此时，尼斯湖水怪最可怕的噩梦，英国动物学家兼科普作者莫里斯·伯顿闪亮登场了，他开启了他的反尼斯湖水怪之路。关于这张照片，他明确地表示，此照片只是一只翻滚的水獭而已。大家总将动物误认成水怪，可能和当年热映的怪兽电影1933年版的《金刚》有关，让大家有了一颗寻找怪兽的梦想。1934年1月15号凌晨1点左右，摩托车手亚瑟·格兰特声称他在尼斯湖东北边的公路上差点撞到一只奇怪的生物。后来他将这只生物的外形画了下来，虽然很像蛇颈龙，然而莫里斯·伯顿认为，在当时那种昏暗缺少光源的地方，此生物的真实样貌和草图应该存在很大误差，应该只是一只水獭而已。1934年，可能是最著名的尼斯湖水怪照片新鲜出炉了。伦敦的一位妇科医生罗伯斯·威尔逊先是在《西部晨报》的报道中表示自己看到了一只脖子如天鹅一般、头部很小的怪物。其实天鹅的头也很小哈，那会不会确实是天鹅呢？当然，威尔逊显然不这么认为。后来，他在《每日邮报》发布了自己拍摄到的照片，引起了轰动。当时，包括莫里斯·伯顿在内的很多生物学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一只水獭或者是水鸟。然而后来根据大家的调查，发现生物学家们大错特错了，这根本不是寻常的动物，而是一艘经过改装的玩具潜艇。1994年，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斯柏林的老先生在去世之前向公众坦白，这张引起轰动的尼斯湖水怪照片其实是他和继父韦瑟雷尔以及罗伯斯·威尔逊合谋伪造的，是他亲手用油灰捏了个脖子和头，然后粘到了玩具潜艇上，拍下了这张照片。之后呢，基本每隔几年都会有人表示自己拍到的尼斯湖水怪的照片，然后大家一看，哎呀，简直糊的不可名状啊，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莫里斯·伯顿偶尔也会发表评论，表示这不过是一只水獭而已。那么尼斯湖水怪究竟是什么动物呢？关于这方面的调查，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经过声呐研究、潜水探测、DNA 调查等多次调查行动，相关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猜测，认为这些被目击到的所谓水怪呀，可能是波浪，可能是树木，也可能是光影产生的错觉。然而，大部分尼斯湖水怪的真实身份应该是欧洲蛮力。这是一种体长可达1.4米的洄游鱼类，体型细长。在2018到19年的尼斯湖生物 DNA 研究中，完全看不到蛇颈龙、鲨鱼、鲶鱼等生物的 DNA 样本，而欧洲蛮力的 DNA 赫然在列。所以很多科学家认为，尼斯湖水怪最有可能的原型正是欧洲蛮力。当然呀，我有不同的见解，个人认为，尼斯湖水怪只不过是一只水獭而已。其实像尼斯湖水怪这样的淡水怪兽还有很多，几乎每个大一些的湖都会有关于水怪的传说。那些改造成景区的地方，有关于水怪的故事更是极具艺术色彩。我有些怀疑啊，很多水怪的传闻会不会是景区为了吸引游客而捏造的呢？不太确定哈。在非洲刚果河流域，还有一种十分炫酷的类恐龙水怪——莫克拉姆边贝。早在1913年，德国殖民者们便对这种未知生物有了记录。据说这种怪物的体表呈灰色，皮肤光滑，体型有河马到大象的大小，脖子细长灵活，有一颗如大脚一般的牙齿，十分细长。话说这真的不是非洲象游泳的时候被目击到了吗？也有些人说它有一条如鳄鱼一般长而有力的尾巴，靠近它的木船必定遭遇袭击，船员会被吃掉。这一段听起来又很像尼罗鳄。后来随着考古方面的新发现，恐龙热潮席卷了全球，非洲自然也受此影响。从那以后莫克拉姆边贝的形象便与那些拥有长脖子、巨大体型的蜥鸟类恐龙结合了起来。关于莫克拉姆边贝的目击记录有很多，但是一直缺乏实物证据。很多动物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关于黑犀牛的都市传说，是对黑犀牛形象的误传。其实咱们不难发现很多在河流中洗澡渡河的非洲象的样貌很容易被误解，特别是在夜晚，非洲象全身在水下只有一个鼻子在水面呼吸的时候，确实如犀角类恐龙一般，令人浮想联翩呀。关于水怪的介绍在这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请点赞及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